好，下一部分我们讲解 Scene 区块这边的一些操作。那在教学前呢，我们快速的替换一下东西，我们把这删掉，然后拉几个物件上来，沙发、桌子、桌子跟椅子，然后把这个刚我们把这光调乱了嘛，把它调回来一下，啊，这样子，OK。好，那首先我们来介绍第一个这个 Draw Mode。那 Draw Mode 呢，它是就是顾名思义，它就是绘画的模式嘛。那我们最常用的话就是这个 Wireframe，它就是线框模式。你切过来之后呢，你可以发现所有的物件都变成只有线框了，这样就是它的模组、它的模型的线。OK，好，那我们切回来。其他的话可以再去网络上看，我们会有一些别的教学去介绍。那我们最常是使用这几个而已。好，那第二个是2D，那这2D 呢，通常是使用二 D 的专案才用得到啊，3D 专案是很少去切它的。OK，好，然后还有这个是灯的开关。那这个灯的开关只是暂时把灯关闭在这个 scene 的场景显示，它不是说真的把灯源都关闭，不是说像这样子把灯整个关掉。看这样关掉的话是连同下面的 camera 照出来的 gain 视窗都会关闭。那这边的只是暂时在 scene 显示不显示出来而已。好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静音的开关。好，那静音的话一样就是把游戏上所有的音效都静音这样子，那只是暂时不播出来而已。好，那其他的我们就先不讲。好，那这边有一个 Gizmos，那 Gizmos 呢，它是有点类似 icon 啊，就是我们都是直接把它叫做 icon 的一个切换模式。像我把它关掉，看刚刚这些 icon 都不见了。这 icon 就分别代表一些功能的，像这是 camera 的位置，然后这个是 camera 的位置，然后这个是 directional light 的位置。那如果我把这 Gizmos 关闭的话，它就不见了，就是在这个场景的视窗上就不显示任何的 icon 了。那一样，这选单打开这边有非常多的哦，可以去做调整。那你看，像这个有这个大小，这样就是越来越大，这样缩小。好，好，那这是这一排的基本的介绍。OK，那这边还有一个是这个，这是摄影机的方向，就是在摄影师的这个照着这个摄影师的预览摄影机的这个方向，我们可以快速的去点击这个每一个轴，去切换每一个轴的方向。比如说 Y 就变从上由下往上看，然后 X 轴、Y 轴这样子，可以去做每个方向的切换。好，然后如果你按这个啊，这有个下面有英文字嘛，像这是 right 右方，如果你点它的话，我们会快速切换，这个叫什么？相机的照射模式，这样子。像这样的话就是 ISO，就是比较偏平面的、非透视的一个照射模式。那如果你切回来的话，这个 perspective 就是透视模式，就是一般的相机的透视模式。那再按一下就会变成这样子啊。那如果像这样子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切换到某一个方向，这样拉远一点。然后如果把它切换到 ISO 模式呢，它就会有点像是这样子，就是变成平的，这样方便我们去调整物件啊。OK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跟画面移动有关的物件。好，那首先是上面这个第一排这个 Hand Tool，那它的快捷键是 Q，切过去，那它就是移动视角的功能，像这样平移视角，这样平移视角。那同时呢，这个平移视角的功能呢，它也可以用按住滚轮来达成。譬如说，我先切到别的工具好了，像这个移动工具，这样，我现在是切到别的工具。那我想要快速移动呢，就是可以按住滑鼠的滚轮，然后一样去移动，跟这个切到这个 Hand Tool 是一样的意思。好，然后呢，那我们要怎么缩放？
缩放视角呢，刚刚是平移嘛，缩放的话就是滚这个滚轮，往前滚，往后滚，这样。那这个滚轮的缩放是比较没那么顺畅的。那我们可以按住 Auto 加滑鼠右键按住，它就变一个放大镜，有没有？然后去前后移动滑鼠，这样可以控制比较细致，这是比较顺畅的缩放。这样，好，再示范一次哦。Auto 加滑鼠右键都按住，然后去移动，像这样。OK，好，然后视角的移动呢，刚刚是平移视角嘛，那我们要怎么转视角？就是按住滑鼠右键，啊，就可以直接这样移动，就以自己为中心点去移动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呢，要怎么以物体为中心点移动呢？我们按住 Auto 加滑鼠左键，这样子，它就可以环绕。那注意一下这个环绕啊，它其实不是以我选择中的物件去做中心点，它只是以我现在这个相对前面的一小段距离去做中心点的环绕。这样，比如说我移到某个地方，一样，它就是在这样环绕，说像这样子环绕，环绕，OK，那这样子环绕，好，这样子，好，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些其他功能哦。下一个是第一人称的飞行模式哦，它可以暂时在这个 scene 做一个有点像超人的飞行。好，一样我们按住滑鼠右键，它不是可以这样移动吗？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用 WASD 可以进行前后左右的移动，像这样子，它就会开始飞，可以快速的去移动这个场景的摄影机，这样前后左右。那我们要怎么上下？就是 Q 跟一是上，Q 是下，这样。其实这也蛮方便的，就是可以快速的去看每个物件。好，好，那在这个模式下呢，你在移动的时候，如果你按 Shift 按住，它可以加速，就会动比较快。那这样，好，好，那其他的话还有一些快捷键哦，就是功能，譬如说我在 Hierarchy 上选择一些 Capture，然后我回到就是比如说用滑鼠滚轮点一下 Scene，回到这个 Scene 字上，然后我按 F，它会快速的聚焦在这个我选择中的 Capture，比如说像这样子，可以直接点了，就是点到这个 Hierarchy 上的每一个物件，然后去点 F，它可以快速的切换过去。好，OK，那还有一个呢是 Ctrl Shift 加 F，那它这个功能这个比较特别，就是我们现在动的这个摄影机啊，这只是预览摄影视窗的这个摄影机，它并不是真的去动这个 game 的摄影机嘛，就是不是动这个照射游戏的摄影机。那这个 Ctrl Shift 加 C 呢，它的中文叫做这是我的说明啊，将 scene 的画面对齐至真的相机啊，譬如说我可以像这样子，我先移动一个视角，假设像这样子这个床，我想要对齐这个画面，然后我选择一个相机，这个，比如说我现在只有这个嘛，选它，然后按住 Ctrl Shift 加 F，你看它就会马上去做一个一样的视角。哦，你看我再做一次哦，比如说我现在换到这个桌子这边，然后一样 Ctrl Shift 加 F，它就马上再换过来。对，那这是方便你快速去调整相机的视角，因为平常我们是这样子调，就是选到相机之后，然后可以去移动它，或者是旋转啊什么的。那刚刚这个功能就是方便你直接在这边做一个像飞行啊，然后飞好之后呢，直接按快捷键 Ctrl Shift 加 F，这样快速对齐。好，那这是画面移动相关的一些功能操作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对 GameNavigator 上的一些操作。好，首先第一个是移动工具，移动工具就是这个 Move Tool，那它的快捷键是 W，那它就是对 GameNavigator 上做移动的操作。好，点一个这个窗，然后它就出现这三个箭头。好，
好，那你看，我们去移动它，像这就是移动 X 轴，这是做单轴的移动，这样上下前后。然后你看这边有3个小平面，这小平面就是做双轴的移动，像这的话就是Y 跟力的移动，Y 轴跟力轴的平面移动。好，然后这的话是Y 轴跟Y 轴跟 X 轴的平面移动，这样你就是只能在这个平面上移动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个这样子。好，好，那这是移动工具。好，那这边还有一个功能哦，就是你在移动的时候啊，像这样移动的时候，压着滑鼠左键，然后我们再按住 Ctrl，它会进到一个模式叫做固定增量。看我去移动哦，好，我先把这个床的 position 位置设成0，方便大家好了解。好，按 F。好，你看现在是0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去动也可以走，按住 Ctrl 固定增量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右边这边，1、2、3、4，对，那这就是固定增量。那其实它预设是0.25啊，就是固定增量是0.25。那我刚刚因为有去调整它的增量调成1了，所以它现在是增加1，增加2，增加1，然后一直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这样，一样上下也是。啊，这都我刚调过的。那我等下会教大家怎么调。好，那接下来第二个旋转，好，旋转。OK 啊，不好意思哦，那在讲旋转前呢，我再提一下别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刚刚去动这些东西嘛，这些数值啊，这些其实它有个单位，这是 Unity 的它的预设单位，那它的单位是公尺，就譬如说这样这样在现实中的相对是1公尺，所以说如果你是有学过 3D 的啊，如果在制作 3D 上就要去注意这个单位的转换，这样是2公尺，3公尺这样。好，然后我来讲一下 Unity 的坐标系统，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在移动这些坐标嘛，那稍微提一下，这边有一个我整理的，OK，那在 Unity 上的坐标系统呢，我们通常都是用这个迪卡尔，很多 3D 软体都会用这个迪卡尔坐标系，那 Unity 它也是这个迪卡尔。好，那迪卡尔呢其实又分左手跟右手，那 Unity 的话它是使用左手，那其中 X 轴代表是水平，Y 代表垂直，D 代表深度，像这样子，X 是水平，然后 D 是深度，Y 是垂直这样子。那在 Unity 中，它的坐标又分为世界坐标，就是 position。如果单指 position 的话，是世界坐标的意思。然后 local position 是区域坐标，那它的移动就是相对负物件。哦，那我们在调整位置的时候啊，负物件的坐标调整的是世界坐标，然后我们在动子物件的时候，子物件调整是区域。OK，我这调给大家看哦。OK，等一下哦，像这样子，我们这边新增2个 cube，好，然后我先把其他东西关掉，然后我把这个第二个形成这样子，形成负子物件。那这边不是说分为世界跟区域嘛？然后调整位置的时候，负物件调整的话是世界，那调子物件的话是区域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看哦，我现在调，这样是世界坐标，好，它会一起动嘛？因为它全组起来了，这样是世界坐标。那我去动子物件的时候啊，你看我不管怎么动，我先把它归零，好，等我一下，OK，就是我不管怎么动它子物件，其实子物件它的这个数字的变化啊，就是相对于负物件。譬如说我现在全部归零，你看它就会直接回到这个一模一样的位置。那其实你看负物件的变化已经是这样子了，x、y 的数值是长这样。那子物件是显示0，那就是因为子物件的这边显示的 position 就是 local position。那 local position 就是我刚刚讲的区域坐标嘛，它就是相对于负物件的坐标，所以
相对于负物件，它现在是000，所以我可以相对于它是1，它就会往左边新增1，一样，我再新增，再往前跳，这样就是相对于负物件。所以你看我在动这个负物件世界坐标在移动的时候，这边显示都已经变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回去切到子物件，它一样是我刚调整的这个1.76是没有变的啊，所以这是负子物件世界坐标跟区域坐标的差别。OK， 回到这里，好，那再提一下这个左手坐标系哦，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个，这边有一只手嘛，对不对？那通常我们在判断这个坐标系的时候，我们会像这样子比一个赞 ，OK，然后朝大拇指朝上的就是轴心的方向，就是譬如说现在我们正的比账的时候，Y 这就是 Y 轴，大拇指就是 Y 轴，然后它指的这个大拇指朝上就是 Y 轴增量，所以往上的话 Y 轴是正的，然后往下的话 Y 轴是负的，就是慢慢递减这样子。好，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啊，其他四根手指头就是比赞之后，其他四根手指头是旋转的增量，就是顺时钟。所以像左手坐标系的话，它的顺时钟就是角度就是增加，那逆时钟的话角度就是递减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如果要示意其他轴的话，就是再去更改方向，比如说力轴我们就这样子，那这样的话力轴往前就是增加，然后往后就是递减，那一样顺时钟就是像这样子就会是角度就会增量，那 X 轴一样，往右就是递增，往左就是递减，然后这样子转是角度增加，然后往回转是角度递减，这样子。那这是左手坐标系的一个判断的方式。OK，那这边就讲完了。好，回到 Unity。好，那这样子移动工具就讲完了。就是因为它有带到坐标系，所以我们连同坐标系一起去讲解这样子。下一个我们来讲旋转工具。好，等一下哦。好，旋转工具呢是这个Rotator Tool，那它的快捷键是1，切换过去的时候它就会变成这样子。那一样可以去动它的每一个轴的旋转值，像这样，像这样。好，那一样我们在动这些旋转值的时候我们可以按住 Ctrl， 它就会进行一个固定增量。看，哦，那这边预设它是一次动15度。OK，这样应该很好理解吧？那这是单轴的移动，单轴的旋转呢？我们如果都不选这些线的话，就不点到线上的话，直接点，它会进行一个自由旋转。哦，OK，这是旋转工具，这边比较少，不会讲这么多。好，那下一个这个 Scale Tool 的它的快捷键是 R，这是缩放工具，那一样我们可以去针对每一个轴去做缩放。好，那选择中间这个白色的话，就是直接整个3轴一起缩放，就有点像等比例的意思啊。那一样，我们按住 Ctrl， 它就会固定增量。那这边是1、1、2、3、4、5，一样，2、3、4 ，OK。好，那这是 Scale Tool，就是缩放工具。好，下一个这个是矩形工具。那这个是2D 模式下使用的了。那它快捷键是 T。那3D 模式下比较少使用。那这边我们就先不讲。好，最后一个是综合型的移动工具，叫做这个你看它有写 Move、Rotate and/or Scale 的一个工具。那它的快捷键是 Y。那你切换过去的时候，你可以发现它直接整合了刚刚所有的工具，包含移动或者缩放，还有旋转，它是综合型的哦。好，那这些基本的工具大概到这。好，那这边还有剩下的一个是这个，这是切换枢纽的工具。那什么是枢纽呢？我自己习惯称作为锚点就是每一个物件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定位点。
比如说这个，想一下，比如说这张桌子，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枢纽模式啊，它现在是枢纽的状态。我们点它一下，然后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位置哦，这个标轴心的位置，你看它变成中间了。它通常是有两种，就是中心或者是切换到该物件的枢纽。中心的话，就是Unity 它会自己帮你运算这个物件的范围，然后去抓它的中心点。像这个桌子就是这么大嘛，对不对？它的中心点就是在这里，这样。那如果再切回去，然后它就变回去它的定位点，就是它枢纽的点。这个枢纽点是可以在3D 里面去做调整的。OK，好，好，那这是枢纽跟 center 的差别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下一个 global 跟 local。那这 global 跟 local 呢，就是带到前面说的，嗯，世界坐标以及区域坐标。我再好，没关系，我用这个直接解释好了。这个床啊，它是副植物件嘛，它副物件就是这个床本身，然后植物件的话是，我看一下，是这个，比如说这个床底、床板，然后棉被这样。好，然后你看，如果我今天去旋转这个棉被啊，这样旋转它，好，然后我切到移动工具，按 W，它的轴向是这样，有没有？它并没有跟着这个旋转而改变这个轴向。这样的话就是世界坐标、世界移动，就是它这个移动的方式也可以分为世界跟区域。这样的话就是世界移动。那如果我切换它变成 local，它就变成区域移动，就是针对自己本身的区域去做移动。像这样子，我刚好旋转这个棉被嘛，所以它就是你看我切到区域之后，这个轴向就跟着棉被去旋转了，那它就是跟着这个旋转的轴向去做移动，这样 OK。所以这是区域跟世界移动的差别。嗯，切换切换切换，然后这个枢纽的话是这样子，切换切换，对，它的那个轴心的位置就会不一样。中心的话就会针对每个模型的中心去做运算，然后显示在这边。那枢纽的位置就是 3D 建模时候就可以去更改的。好，OK，好，那 Scene 的视窗大概讲解到这边。